好，秘书应了。蓝若若让他出去统计好了，再将名单给他。他再问一下那些职员愿不愿意和战维相亲。解决了战维相亲问题后，蓝若若开始投入工作中。依旧会有不少电话打进来，他不再接听。工作忙，他可没有时间解释。反正他会让公关部帮他发一起澄清的声明。大家信与不信，随便。他又不能强逼着大家都要信他。别人打电话，蓝若若可以不接听。他嫡亲的大哥办公室就在他头上，想见他那是随时都可以。蓝东晓只是敲了一下门，不等妹妹回答，他已经推门而入。蓝若若抬头看到是大哥，又低头看文件。若若，蓝东晓走过来，大哥很闲。蓝若若头都不抬，不闲，忙得很呢，不过再忙也要关心一下我嫡亲的妹妹。蓝东晓自顾自地拉开了椅子，在妹妹的对面坐下，似笑非笑地瞅着妹妹看。大哥，你想说什么直说无妨。蓝若若依旧看他的文件。哥哥想说什么，他猜都猜得到。蓝东晓笑，若若，你别说，仔细看，你和战维还有点像呢。这种没有血缘头系的男女长得有点像的话，就叫做夫妻相。你和战维有夫妻相，他们都说有夫妻相的男女，一般都会结为夫妻的。蓝若若看完了文件，签上自己的名字后，合上了那本文件夹，无奈地对哥哥说道：哥，你就别调侃我了，那真是个偶遇。我也没想到会遇见战维。那两个孩子向我问好，贝贝要我抱，我便抱他了。就那样和战维走了一段路，并非是约好逛街的。那两个孩子是战维的侄儿女，就是我跟你们说过的宝宝和贝贝。我很喜欢贝贝这个孩子，他甜甜的叫着我阿姨，伸手要我抱他，我哪能拒绝他。蓝东晓笑道：我又没有说你昨天不是偶遇战维，我是说你和战维有夫妻相，那两个孩子不是你的。哥当然知道你和战维没有隐婚，哥也知道。蓝若若瞪着哥哥，那大哥跑来笑什么？我看大哥就是来看我的笑话。我最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运气太差了，老是被人误会我和战维的关系。战维那个混蛋也次次都占了上风，我处于劣势。不行，周末我得去庙里拜一拜，问一问我的运程，看看能不能改一改，不用一直这样倒霉下去。蓝东晓笑道：去算一算也好。大哥觉得你是红鸾星动了，你和战维的缘分变了一个味道，以前只是认识的缘分，现在有可能会往男女关系方向发展。大哥，你是有多想将我嫁出去，还是嫁给战维？我和战维斗鸡眼似的，真嫁给他，我连睡都不敢睡个安稳觉，怕被他半夜捅死我。怎么可能？战维是个守法的好公民，他绝对不会杀人放火的。若若，大哥是男人，男人是懂男人的。我觉得战维最近对你是有点想法了。大哥，蓝若若要生气了。好好好，我不说了，你忙吧。我也回去忙了，等会儿要去见客户。见妹妹要生气了，蓝东晓起身就走。蓝若若郁闷地骂了战维几百遍。战维猛打喷嚏，不用问也能猜到是蓝若若在骂他吧。相较于蓝若若的郁闷，战维是好心情。他开了一场会议，处理了部分重要的文件，到时间见客户了，便带着秘书出门。谈完了生意，送走了客户，时间已经11点半，离下班还有半个小时。战维懒得回公司，便让秘书自己回去，他则驱着车奔向羊城大酒店。刚到羊城大酒店，就遇到了蓝东晓送客户出来，两个人视线碰撞过后，蓝东晓若无其事地送客户离开，战维则在酒店门口停着。等到蓝东晓往回走了，他很自然地跟着蓝东晓进酒店。今天吹什么风呀？将战总吹到我们酒店来了。战维笑道：今天是大晴天，万里无云，没有吹风呢。羊城大酒店，我还是偶尔会来的。上次我就是在你们酒店的咖啡厅被若若叫了老公，
蓝东晓扭头看他，战维，你脸皮还真厚呀。若若为什么叫你老公？你心里没点数？我心里没数呀，我只知道若若叫我老公。既然他认定我是他的老公了，我就要扮演好老公这个角色。附近好像有间花店吧，若若不太喜欢鲜花，她是个实在人，觉得鲜花虽美，却不能吃不能喝的，还占地方。我去取点现金出来，拿到花店去请人帮我加急制作一束钱花。大哥，你说来得及吧？蓝东晓说他战维，谁是你大哥了？请你叫我蓝总或者蓝少。战维笑，咱们早晚都是一家人，早点改口，大哥又不会少一块肉。蓝东晓进了酒店后，径直往咖啡厅走去。你跟我来，咱们好好的聊一聊。好哩。战维跟着蓝东晓走，却又惦记着要制作一束钱花送给蓝若若的事。蓝东晓忍不住说他，你就不能等下午上班时间，亲自将那束钱花送到蓝氏集团去？别忘了，中午若若是安排你相亲，她充当的是媒婆角色。说战维聪明吧，这个时候竟然傻了，不知道直接送钱花到公司去。战维笑，谢谢大哥的提点，我是怕若若不想收，她不想收你就不送，那倒不会，想送的时候肯定会送给她。两个人边走边说，很快就进了1楼的咖啡厅。临近吃饭的时候，咖啡厅人不多，这个点反而是厢房紧俏了。午后咖啡厅的人气才会旺起来。两个人挑了张临窗的桌子坐下来，各自都要了一杯咖啡。等服务员送上了他们点的咖啡后，蓝东晓没有拐弯抹角，直接问战维，战维，你说实话，你是不是喜欢我妹妹了？不要骗我，我也是男人，男人还是懂男人的。你进来看我妹妹的眼神跟以前不一样了。战维拿着勺子轻轻搅拌着杯里的咖啡，蓝东晓看着他，等着他回答。战维喝了一口咖啡，然后放下杯子，迎着蓝东晓的盯视，答道，之前我不知道我对若若有点意思了。那晚和他一起出席商业酒会，见到他和张成一起出现，我很不爽，甚至想将张成揍一顿，不想让他们俩在一起。我才意识到我对若若已经有了不一样的感情，不再是单纯的死对头。我和他相杀了这么多年，悄然生出了点爱意。现在大哥问我是不是喜欢若若了，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，我是喜欢她了。蓝东晓松口气，还好战维是真的，并非是换了招儿对付妹妹。其实他也能看出来，战维对妹妹越来越暧昧，那是动心的表现。既然你喜欢若若了，为什么还要让若若给你安排相亲？蓝东晓不明白。战维笑了笑，说道，不这样做，若若会和我一起吃饭吗？相亲而已，我露过面，没有下文不就行？又不是所有相亲对象相过亲就要在一起。你不怕相亲对象纠缠于你，反而不利你和若若发展。战维没有马上回答蓝东晓，而是问蓝东晓，大哥似乎很乐意看到我和若若在一起，你是个很优秀的男人，观察了你这么多年，你对待感情应该很专一，从不与人闹绯闻追求你的女孩子，你也都拒绝到底，不给他们半点希望，表现得很君子，看得出来你的家教也很好，是个很有修养的人。至于你和若若不对付，真对他时的恶劣，对付敌人谁都不会手下留情，这个是情有可原的。我家若若平时也是个很有涵养的淑女，可对你的态度也会很恶劣，你们俩相互抵消了，谁也说不了谁，我就忽略不看了。撇开生意上的竞争不说，你是个好男人，值得我妹妹托付终生。战维笑，谢谢大哥的认可。大舅哥认可他，还有一撮合他和蓝若若，战维感激不尽。你也别谢我，我只是若若的大哥，他的人生大事他说了算，就是我爷爷都无法逼迫他嫁人，他不喜欢你的话，我也帮不到你。战维自信的道，
我相信我能抱得美人归的。蓝东晓端起自己那杯咖啡，喝了2口，又优雅地放下了杯子。没那么容易的，除非你做出一点牺牲。你和若若才有可能。做出什么样的牺牲？战维问道。只要能让若若接受我，以后不再和我针锋相对的，我们也能像其他情侣那样恩恩爱爱的，让我做什么都可以，是吗？蓝东晓抱着怀疑的态度，他说道，你是杨太的第2股东，占了1半的股份，杨太有今天也都是你的功劳。但杨太跟我蓝氏集团是同行，同行相忌便是对手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你和若若在一起，你能放心若若吗？若若能不能放心你？你们俩会不会都担心对方套取自家公司的机密？可能连睡在一起都不踏实，怕对方会趁字。己说梦话时套话，他还真没有想过这一点。见战维哑口无言的样子，蓝东晓就知道战维没有考虑到这一点。他在心里叹口气，还是他妹妹想的周到。良久，战维问他，蓝大哥，你的意思是让我离开杨太，还是让蓝氏集团收购我杨太？蓝东晓说道，该怎么处置你自己考虑，我不替你做任何的决定。我知道男人还是更在乎事业，你来阳城打工，好不容易才有今天这样的成绩，让你为了我们家若若牺牲掉你的事业，身为男人，我是不好意思提那样的要求的，所以你自己慢慢考虑吧。当然也有其他办法，例如你们杨太转行，只要不与我蓝氏集团是同行，就没有竞争力，就不是对手了。战维，其实我们都很欣赏你，觉得你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，就算你带领着杨太转行，肯定也会转行很成功的。我们蓝氏集团过于庞大，想转行就没有那么容易。当然我们也在寻求转行了，咱们现在这个行业已经越来越不好混。蓝氏集团是多元化的，并不仅仅涉及一个行业，要想转行的确是没那么容易。战维没有说蓝东晓为什么不让蓝氏集团去转行，蓝氏多元化，只有一个行业转变一下，其实不难的，也不会动摇到蓝氏的根基。而杨太目前才开始涉足其他行业，还没有做出成绩来。当然了，涉足其他行业的利润能够超越主业的话，他会带领着杨太全力发展新涉足的几个行业。他知道蓝东晓这样说，其实也是对他的一种考验，看看他能为了蓝若若做到哪一种地步。蓝大哥，我会好好考虑的，不过不管发生什么事都不影响我对若若的感情。他战家男人专情，忠于婚姻，一旦动心便是一生一世。他既然喜欢上了蓝若若，那就是一辈子。如果到最后蓝若若不愿意接受他，与他在一起，那他就一辈子不娶。反正他家里兄弟多，长辈们已经抱到孙子，他娶不娶影响不大，老了也不用担心，那么多的侄儿女还能饿着他这个七叔。蓝东晓嗯了一声，说道，不着急，慢慢考虑，毕竟这是关你的终生大事，也是关咱们男人最看重的前途。蓝东晓明白要战维牺牲事业太过分，他也理解战维无法一下子给出答复，心里多少都有点遗憾。战维怎么就是杨太的老总呢？蓝东晓喝完了那杯咖啡后，看了看时间，对战维说道，我中午还有个饭局，先走了，咖啡钱我给了，谢谢大哥请我喝咖啡。战维起身目送着蓝东晓离开。蓝若若没那么快过来，现在距离12点还有10分钟呢，等蓝若若到达酒店，估计得12点半吧。下班高峰期路上容易堵车，他还要请他吃饭呢，肯定不会一到下班时间就走人，说不定还会拖一下时间，那样的话，等他到了酒店，可能是下午1点。